你说你天天跟没个头苍蝇似的出去找工作，你找着正经工作了吗？还是不去卖唱去？我怎么没找着正经工作？我在楼下那干的不挺好的吗？那工作怎么来的你知道吗？还是我让史飞给人艺术总监打电话，让人家给你个难活，你最后还是没干上来。找工作都得靠我朋友，你那点出息。史飞叔还是你朋友呢，亲朋好友在你这儿不都被你伤害的吗？行，你堵我路也没关系，你堵不住我出来是干大事的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鸿鹄之志还转上是古文了，哎，知道什么叫鸿鹄之志吗？天天唱别人翻唱的歌，你唱你自己的呀，瞧你那点出息。对，没您有本事，您都有本事啊！放着好好曹不跳，拿我当借口。其实呢，就想在国内吃你那点老本儿。我是有老本可吃，您呢，也就继承了一副好皮囊跟我的音乐天赋，你这是在浪费生命。不是你有意思吗？哦，最后这成你杀手锏了。对，我的生命是你给的，但是谁说我，你也不能说我。不跟你说了，想在这儿待着，就在这儿待着；不想在这儿待着，你走。怎么又是我走啊？每次都是我走，你怎么不走呢？钥匙也别拿呀！没睡呢？没有。那我们开个卧谈会呗。我严肃的问一件事，你对史飞真的没有兴趣？没有，从以前到现在，甚至将来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行，那姐的终身大事就靠你这一句话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我绝不会像你一样拖泥带水的。我要谈一个示范恋爱给你看看。你是对史飞动心了？哎，你们今天才算正式认识吧？你怎么突然对他有好感了？对一个人有没有好感和认识的时间长短不成正比的。有些人你认识一辈子也不会有火花的，有些人看一眼就有感觉了。就上次史飞来找你，然后我下楼扔垃圾那次，我们有过短暂的接触。虽然他的目标是你吧，但是我对他的印象还是不错的。经过今天，我就越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。如果他只对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好，那并不能说明什么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今天对一个素昧平生的老人也那么好，这说明他并没有表现出来那么油腔滑调，他有一颗很善良的心。我承认史飞这人是不错，可好人多了去了，也没见你对哪个动心啊，这完全不像你平常的行事风格。我也不知道。我今天看见那个老人的时候，就想起了我爸。我就想啊，如果有一个人能这么对他，我一定会很感动。就那一瞬间，我就动心。想不到我们叶子小姐也会这么感性。那我就祝你顺利喽。那我就出击喽！哇，好期待哦！哎，妈，你填这些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你连续旷课3天，你有跟我说过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旷课3天吗？不就是因为你吗？现在我成了班里的过街老鼠啊！那不是正好吗？这种学校也没什么好留恋的，
早一天离开呢，你还能早一天出国适应适应。你为什么每做一件事情之前能替别人考虑一下吗？我就是替你考虑过了，才想让你尽快的结束这种噩梦一般的生活。算了吧，我估计我出国了，也一样被你束缚着。就算我到了月球上，估计也逃不开你的魔掌。老爷子，打烊了。哟，没打烊，你来了有什么打烊不打烊的？来，怎么着还不能凑点你吃的？说不吃饭，想跟您这坐会儿。那刚好说了，你坐。哎，你呀，把这感冒灵喝了，早点歇着。那行，那我再说。甭管了，我弄吧。好。感冒了，生病了啊？哎，赶紧歇着吧。行，你做你的啊，少喝点白酒啊。哎，咱爷俩喝点。哎不，我不喝，明天直飞。我来点啥就行。那你自个儿倒吧。哎。那我就不让你了。有些日子没来了吧？怎么着？这些日子有什么故事来着？我问您呢，您有没有那种交了一辈子的朋友，就一辈子都是兄弟？有啊，年轻的时候我又插过队，工厂的同事也有好几个，都算是知心的朋友。现在我是老了，退休了，又回到这边，身边倒没有几个能说话的人了。有时候我看着你们年轻人哥几个交情那么好，感情那么深，真是羡慕。年轻好。我现在最近跟我那哥们儿吧，闹点别扭，就是现在怎么都不对，感觉。是那姓史的小伙子吗？没事儿，别往心里去。是这真友谊、真交情，都经得住考验。只是有一点，也算是我提醒你们：如果你要是学着自己的情面，大着过着交情和感情，那有些误会，恐怕一辈子都化解不开了。明天别忘带上咱们活动基金啊！小韩，小韩，起来了，都几点了？小韩。烘焙的是不是湿度高一点？啊，小月月，可能会更黑一点。哎，这么早啊？啊，
那什么，我要去外地演出，我吉他手老婆生病了去不了，你给我找把吉他，我上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让我上呢。等会儿啊，倒杯水。这不有吗？喝这个啊。这有柠檬。行啊。上回看话剧那女老师怎么样？哎，黄了。怎么就黄了呢？黄了，你问什么呀？不是那个谁，老吴不都出马帮你搞定了吗？没有他还好呢，反正人家没看上我。啊，别废话了，走了。不是，有事说话啊！啊。周周啊，哎呦，周周，有什么事情嘛？你出来我们好商量。你也不能不吃饭呀，是不是？周周，你不应声，妈妈进来了啊。周周。别找我！哎呦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。您好。谁呀？谁呀？来了。你怎么找来了？你干嘛呀？哎，周周，你干嘛呀？周周，周周，你干嘛这是？周周。周周不在我这儿。周周呢？周周不是跟你住一块儿吗？你怎么问我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周周是不是离家出走了？啊？当然没有。可以啊，他住的还挺奢侈。你别给我转移话题。你怎么周周了？你说话现在老是这么阴阳怪气的，你是不是把孩子给逼急了？怎么教育孩子不用你来管？再说，你管过吗？喂，你好，那个我是周周的妈妈。啊，你好，什么事儿？周周去你家了吗？周周也不见了，那我就放心了，他俩肯定在一块儿。
那什么意思啊？周周一早就离开家了，我打他手机他也关机了。那萧寒有没有提过这个事情啊？萧寒吧，他昨天晚上他有点闹情绪，我估计这俩孩子出去消化一下，估计是找地儿玩去了吧。你说萧寒也是一大早就走了，那你怎么不赶紧去找啊？不是我找什么呀？我现在有工作啊，我得关机了。你放心吧，等他们饿了，等他们累了，他们自己就回去了。哎呦，这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，这现在的孩子也太难管了，我能不担心吗？你担心也没用啊，只要他们不干违法的事儿，都不叫问题，知道吗？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吧？难怪萧寒最近退步这么大。你听我说啊，担心没有用，你现在赶紧回去，我联系上萧寒之后，我就通知你，好不好？再见。血压在正常范围内啊，上压是125，下压是82，脉搏77。好的，酒精含量为0，可以的啊。好，老大，我听说你很多英雄事迹，很早就跑2能分你分一次了。客气了啊，一会儿切磋吧。那吴哥，今天就麻烦你多多指教。咱们这叫什么呀？咱们叫共同进步，知道吗？好。吴哥，你这样的真像和老情人久别重逢。这个你还真不懂。等你成了老飞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只要是3天不飞，那手里就特别痒痒，心里是特别香。飞行计划我已经核对过了，现在可以通知旅客正常登机了。好，现在可以正常上课了。墨镜很合适，我已经戴上，准备起飞了，谢谢。冷冰冰的，只有谢谢。有张照片也没有。这么多电话，来了10多个未接电话，不是你妈就我爸，都是来找你的。不用理他。你不理他们，你今天住哪？我身上还有一张央卡，再加上咱们有我们的秘密基金，找个酒店住，挑个好的，靠谱。那我今儿就和你一块儿呗。你要是跟我一块儿，老吴不得满世界给你下通知？哎呦，他绝对不会想起来我的。今儿早上给我打俩电话没下文了，我才懒得理，不管。哎。这样吧，你们先过去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好，走了，吴哥。小韩，昨天给你发脾气了，其实反正你体谅一下吧。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周周是不是在你那儿？他妈快急死了，看到我消息之后马上给我回一个，好不好？等你消息啊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
刚还在想能不能遇见你。哎，我说你们队长可真行啊！你第一天飞就让你飞4趟，你腰能不能行啊？没事，开始适应了。我们正好顺路，走吧。幸好我晚点了。别，我一会儿找孩子去啊。那个我一会儿有事儿。关于孩子的事儿，我也想好了，他已经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了，我应该去接受、面对他。以前我对他态度不好，以后我慢慢改正就好。我都没接受呢，你接受他？你比他大了不到10岁吧，也就。我也老大不小了，身边人都结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跟肖寒之间呢有代沟，已经快把我弄死了。再加上你俩代沟，我受不了。我现在有事赶紧走了啊，再见。哎，你。喂，落地啦？你这是跟我报平安吗？没有，就是想麻烦一件事情。周周跟肖寒这2个小子又跑出去了，找不到他们。您那有没有什么他们可能去的信息？什么？他们一起离家出走？肖寒是因为昨天晚上酒吧的事吧？你回去又责怪他了？昨天晚上从酒吧出来之后，我训了他2句。然后他没离家出走，是我离家出走了。我等到他半夜睡着了，我才回去。没想到这孩子一大早又跑了。孩子现在正值叛逆期，很敏感的，你跟他们说话态度要注意，轻了重了都不行。这样吧，我陪你一起找。不用吧，您现在已经不是他们老师了，你把他们可能去的地方的信息给我就可以了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觉得找不到他们，我今天晚上睡得着吗？你是不是从机场过来啊？是就顺路接上我，我陪你一起找。行吧，我到了之后给你打电话。小韩，昨天给你发脾气了，就反正你看看已经好了。好了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周周是不是在你那儿？他妈快急死了，看到我消息之后马上给我回一个，好不好？等你消息啊。哎，小韩，那个。我弄了1天呢，够不够啊？够啊！你要不够的话，你再续呗。行，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好好嗨一晚上。走了。哟，来了。你玩到这关了？那可以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自从你给我介绍了这个消除游戏之后，真是特别解压。怪兽消消消。哦，对，这游戏不错归不错，也是一个生活调剂品，就是一个解压的渠道。但是这学呢，你还是得去上。你不是在意别人看你的眼光吗？其实我告诉你，真没那么重要。也不想看那些臭脸，就光看李可曼不得了吗？不是，你觉得李可曼好看，你怎么去看？我问你啊，我现在什么情况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不是，那你就一直这么漂亮。哎，所以才告诉你嘛，外面世界太凶险了。等你出去了，你才知道学校是多么好的一段美好时光。我这过不去了。哇！周周确实跟我在一起呢，我已经劝的差不多了，明天回。明天早点回来，我给你们2个买早餐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呀？萧寒和周周不见了，我跟老吴一起出去找找。你现在不是他妈，
班主任了。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多个人多出点力呗。你是找机会和老吴在一起吧？随你怎么想。我说对了吧？孩子已经找到了，不劳您再跑一趟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太好了。他们去哪儿了？2个小子跑到欢乐谷玩了一整天，今晚就近找了个酒店住下，明天一早小韩就把周周送过去。哦，看来孩子们的压力也挺大的。哎，你回去以后别再责备萧寒了，他也需要释放的空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我挂了啊，拜。14、15、16，这么快就回来了。孩子已经找到了，这是好事啊。这，你又不用再跑一趟了。武珍他车都已经开到楼下了，结果也没等跟我见到面，打个电话就走了。他可能是怕麻烦你吧？我觉得他是故意在躲着我。会吗？是不是你太敏感了？要不就是啊，他们太矫情了，觉得是非是个障碍。如果要和你那什么，就是对兄弟的背叛。飞机错了吧？来电话了吧？喂，你好。林小欧吗？人物周刊那边啊看了你的简历，对你的背景很感兴趣，他们让我通知你，明天下午3点去杂志社面试。好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了。说什么了？我帮你分析一下。是人物周刊要我去面试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不是一直想去吗？怎么不开心啊？孩子们有消息了吗？啊，那个周周怎么样了？周周，他们今天会回来。肖航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怕他来饿，你看我还买点早餐呢。哦，你就早就知道了，那你不早点告诉我，害得我一直都没睡好，我好去把周周抓回来。你说好好的孩子，都被你家萧寒带坏了。那个周周妈妈就是，你听我讲啊，孩子需要自由，你越想关着他呢，他越往外面跑。啊，行，你要在这等着也行，要不你就跟我上楼等着，啊，走吧。够了吗？好嘞，好，够了啊。好，谢谢师傅啊。再见。走吧，进去吧。待会儿好好说啊，你妈说啥你就听着，也别还嘴，说开了就好。周周啊，你干什么去？你干什么去？你这孩子，你不是你妈2天没合眼了，你怎么不懂事呢？不狠心。 2天没睡了，那您赶紧去休息吧。那个学我还是会上的，不过以后不跟你住了，跟我爸住。
说什么呢？哎，周周，那个有什么话咱们坐一说啊。不了，我把车一会儿来接我。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我回来看你。走了。阿姨，你别难过。其实周周也有他的苦衷吧。他就想融入到那个学校环境当中，但是您最近做这些事儿，让他挺受排挤、挺受排斥的。反正您给他一段时间，等他想好了，他就回来找您了。其实孩子有问题的话，还是家长自己做的有欠缺。爱是信任，不是控制。解铃还须系铃人。你让周周看到你的转变，他自然会回心转意的。吃点东西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周周自己的选择。他最后也回到他爸身边了。你现在也知道有爹管着好了是吧？刚才你劝阿姨说，对孩子要适当的信任和放手，我希望你也能做到。我承认，我让史飞给你下绊是我的不对，但你小年纪去酒吧卖唱，合适吗？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多凶险。我就这么劝的周周啊，他一看外边这么险恶，他就打退堂鼓了，就找他爸去。那你能劝动他，干嘛不劝你自己啊？咱是不是得收收心，回学校上学去？行，但是沃顿我肯定是不回去了，你就帮我找一个咱家附近的普通高中就行。那从沃顿到普通高中，能适应吗？有什么适应不了的？到哪学我都是学霸，继承你优良基因嘛。吹吧你！原来以为2个星期啊，你小子崩溃，还挺能撑着，都2个多星期。你有事吗？袁老师，是吴征吧？啊，哎呦，你还记得我呀？怎么不记得？当年你在我班上没少看航空杂志，我没收了你多少本啊？啊！没想到最后你还真当上机长了。好，我还得感谢您呢，要不是您当时一句话点醒了我，让我就好好学习，还真考上航校了。别感谢我，那是你争气。怎么？找我有事吗？还真有点事想麻烦您。哦，来吧。孩子调过来，没问题，手续也不复杂。你呢，到他的原学校，把他的校籍转过来就行了。太好了。吴征啊，你儿子都这么大了，当年我接收你们班的时候，你才这么大。你结婚还挺早啊？哎，袁老师，这事儿说来话长吧。我先跟您说一下啊，我那孩子呢，聪明是挺聪明的，学习成绩也还可以，他就是有点个性，挺倔的，怕不太好管理。再不好管，还能比你当年难管吗？
你儿子是你的翻版。放心吧，让孩子过来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。谢谢您。来，让您久等了啊！谢谢，是吧？哎，哎呦，来，这都几点了？你爸什么时候来呀？我这菜上不上啊？他这人就这样，应该快了吧？嘿，刚说你就来了，赶紧坐，我给你上菜。啊。那么半天才过来，你们这机场生活也太无趣了吧？怎么讲？你这现在跟班车司机没有区别呀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啊，其实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在地上跑，你在天上飞。我们在天上飞，我们看的风景不一样。行，你现在已经不在天上飞了，所以你就别在天上飘着了。来嘞，这是你最爱吃那芙蓉鸡。哎，这个，今天我看这黄鱼啊真好，我特意给你做了一清蒸。哎，爷爷，我没点这个。我们回头来，回给我们加菜。你要再这么惯着我们，我们以后不来了啊！什么叫惯着？我是看着这孩子正是长身体需要营养，多吃点鱼，补脑子啊！吃，赶紧趁热吃。谢谢您啊！谢谢爷爷。听爷爷说没有？多吃点鱼，让你补脑子。怎么着？说我笨呢？啊！今天怎么心情那么好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转学手续给你办好了，礼拜一大早去育才中学报到去。这么快？可以呀。你是要不是今天是周五，你是不是明天就让我背书包上学呀？我给你提个醒啊，那育才跟你以前的学校条件不一样，硬件、软件都比不了，你有个思想准备。明白，不就是五星酒店和你家的区别吗？其实我更喜欢咱家。叶子，你跟他有联系呢？可以啊，交际够广泛。喂，哎，老吴，根据你提供的信息，帮你查到了本市有7个年龄在55到65叫李立群的男性。就这么几个？哎呀，线索有限，只能缩小到这个范围了。一会儿我用微信把他们的信息发给你。如果你要一个一个排查，这应该是一个大工程。行，谢谢啊。那个这么晚了，还麻烦你加班，谢谢。没事儿，顺手做的。那行，我先忙了啊。看什么？跟你没关系。给我看看，怎么着？还跟小律师有秘密？吃饭。小辣子吃的还顺口啊？啊，够不够？再给你们添个菜啊？别，您别麻烦了，您歇会儿吧，特别好。爷，你这小辣子绝了。需要帮忙吗，老爷子？你还真得帮帮我，我这信息怎么老发不出去呀？你帮我发个信息。哎，好。哎，给我哎，您真是落实了。现在谁爱发短信？直接微信一条语音就过去了，对面一听还能给您回，还省电话费。我给你弄。来，这我都弄不转，我还弄微信呢。啊，这手机，你不是能耐吗？没，你不是能耐吗？没。您这呀，还真是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。哎，闺女出去半年了也不着家，
这让他回来一趟嘛，就像求他开恩似的。怎么说，老伴儿病了，严重吗？不严重，就是感冒，吃点药好多了。我看您呢，是想闺女了，打着老伴儿旗号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呢。哎，现在这孩子都跟出窝的小鸟似的，有几个恋巢的呀？动不动还埋怨跟父母啊有代沟。可是他们怎么就不想想，父母是什么心情？痴心父母骨常见，孝顺儿孙谁常见？哼，人爷爷感叹感叹也就算了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爷爷，我跟您说啊，您应该仔细想想这件事上是不是只是儿女错误，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你看，为什么只有当你提出要求的时候，儿女才会想着回家？那一定是因为前期的教育没有做好。心中是骏马和猎场，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，不过就这样。天外有天有无常，山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。有利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，为所欲为是轻狂，防不胜防是悲伤，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。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，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，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，风吹草低见惆怅，但至少还有光，把烦恼吞了吞了忍了算了，不对别人讲，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？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，留下大人的模样，看岁月剑拔弩张，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。